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接下来即将迎接到的那个人生的重大的转变。你们在当下得到应该知道的一些信息和指引。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那么第一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1啊，接下来这个重大转变和你们自身的一个突破有关啊，因为宝剑它象征的是穿刺和突破。宝剑1代表的是接下来你们会得到某个问题的答案，同时也会突破对问题的单一认知，可能你们会找到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啊，然后从这种新的理解方式当中体会到生活的无限可能和多元价值。同时呢，这种突破可能是打破目前的困境啊，或者说挣脱这种思维层面的束缚啊。你们近期可能会和自己有一个深度的对话。那这把宝剑呢，其实它就有一种挣脱的感觉，就好像是你们正在经历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你们已经来到了那个最后的关口了。接下来你们的生命会有一轮大的洗牌啊。从这张宝剑1就可以看到啊，有一只手抓住的是宝剑的剑刃，就是说你们在完成这个突破之前，可能你们自身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对应的是一部分人可能要参加一个考试、测验、评估，你们正在准备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考验啊、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放弃掉很多东西，甚至有一部分人可能会透支自己的身体来做最后的冲刺啊。你们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呢，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抽到的第2张牌权杖8，你们会跨过那道阻碍啊。实际上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你们已经跨过了那道最难的坎儿了，你们正在跨越它，或者说虽然说未来还有更多的坎在等着你们，但是最难的那一道坎你们马上就要跨过去了。当你们跨过这道坎以后，后面的路啊，它会一马平川，会有一些小的颠簸，但是对你们来说已经不足为虑了。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回头啊，一口气冲过去，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要顶住压力，完成这种自我超越啊。所以说结合这2张牌来看的话，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不错的，尽管这个过程会很难熬，你们在追赶时间的过程当中会超越时间，实现自我的价值。那么这张宝剑7呢，我觉得你们近期整个人的情绪和状态可能会有一点忧郁啊，情绪的起伏比较大，很多回忆会涌上心头啊，很多尘封已久的东西可能会有人和你们提起，或者说你们自己会翻到那些尘封已久的东西啊，然后回忆涌上心头啊。而且呢，这张牌也对应的是，如果你们正在准备一个考试的话，那么要做到的是温故而知新，不断的复习之前的笔记或者说知识点，你们会在一些知识点上有一些新的启发和见解啊，这样的话对你们最后时刻的这个备考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这个审判呢，其实就代表的是你们正在经历这样的一种命运的审判，在这个审判过后有新的生命能量诞生。就是虽然说现在的你们可能你们会感觉内在的一部分自我在枯萎，但是也有新的一部分自我在野蛮的生长。关于你们的人生啊，抽到的这张审判牌就说明你们的人生的命运啊，它的玄妙会超出你们的预期。你们是那种能成大事的人，命格很奇特。这张牌就告诉你们，只要你们能够在某件事情上全力以赴，你们必然会脱胎换骨，必然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啊。但是呢，一定要付出自己120%的努力，心无旁骛的专注在那件事情上面。那么这张战车呢，它其实本身我觉得它就象征的是非常坚定的决心。你们现在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啊，你们可以一口气冲过去。战车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这张牌呢，它就是生猛，它有一种关关难过关关过，步步难行步步行的坚韧，有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能量在这张牌里边。你们现在可能是在顶着压力硬撑啊，你们明白一退就会前功尽弃，但是熬过去就是海阔天空。有一线生机你们都会拼尽全力抓住，然后激发出强大的斗志，一飞冲天。所以说过了这关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难倒你们了。所以说这张战车啊，你们一定要有这种亮剑精神啊，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张高塔呢，我觉得也是你们现在正在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上面啊，上半部分高塔和下半部分高塔
它呈现出来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啊。一旦你们冲过去，你们整个人的人生轨迹的可能都会被改写啊。它给我一种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感觉，就是你们的人生运行到了低谷啊，整个人的状态运行到低谷的时候，会忽然有一种力量把你们托举起来，就是你们可能会在极度自卑、极度低落的这个状态下，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擅长的东西，或者说一下子就会找回你们的自信。人生对你们来说就是有一点大起大落的那种感觉啊，并且你们的人生是那种很典型的先难后易、先苦后甜、厚积薄发。它也隐约的暗示了你们的好日子在后头，但是你们需要熬过当下的这个低谷期，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如果你们没有自己的主见的话呢，你们可能就会任人宰割啊。当你们有了自己的主见，你们就会坚持内心当中的那个想法，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路一定要清晰，不要让出现的这些人和事打乱你们的节奏啊，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你们一定要让自己镇定下来，事先就规划好你们要做的事情，即使外部环境有一些琐碎的事情干扰，你们也要坚定的执行。那么这张宝剑国王，我觉得如果你们能够条理清晰的去列出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啊，把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先做好，把那些事情一个个的依次的完成，把控你们的节奏感，集中你们的注意力，那么这个事情你们就可以达到你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张 Be Assertive 啊，它是你们对自己的一种100%的信心吧。我觉得这张牌你们需要给自己打打气啊，给自己一些鼓励啊。可能是你们现在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情有那么一点点没信心，或者说你们之前经历的一些动荡会让自己信心受挫。那么在这里的这种自信呢，它不是简单的信任自己啊，而是要找到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不再逃避，直面怀疑，在怀疑当中找到那种飞跃的动力啊。所以说请你们再勇敢一点，再热烈一点啊，因为命运一定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只要你们足够真诚，足够努力，命运会回馈给你们应得的那些东西。而第二张牌呢是 Compromise。 在你们人生面临到这个重大的转折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可能要做出一些牺牲，比如说牺牲掉你们短期的利益，牺牲掉你们短期的享受，聚焦于更长期的那个目标上面，放弃一些当下的这种享乐，或者说已经拥有的稳定的东西。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做出的这种短期的牺牲，它能够让你们在未来更长远的那个未来当中收获到更多的回报啊。短期内看淡得失，然后去做一个长期主义者。也可能是你们当下有着太高的预期吧，明明知道你们做的事情很重要，但是就是有一种学不进去啊。可能也是因为得失心太重啊，反而会让你们畏手畏脚，顾此失彼啊。所以说要学着去放下那些内心当中的执念和控制欲，让自己安静下来。你们在安静当中能够获得力量啊，在不安静当中会失去你们的力量。然后第三张牌是 Don't Stop， 不要停下来，继续往前走啊。其实走到哪里并不重要，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也不重要，关键是你们现在前进的方向啊，在这条道路上有很多的风景等着你们去领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要默默的对自己许下一个誓言，或者说给自己一个承诺。当你们达到那个目标之后，你们要好好的奖励自己一波，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你们重新恢复斗志。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第二组牌的话，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七啊，圣杯七的话，这是你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吧，很焦虑，可能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虚度光阴，原地踏步啊。也可能是因为你们自身在当下做的这个事情呢，让你们感到很恐慌吧，因为你们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啊，很累，心很累，有很强的这种精神内耗。你们付出了很多，但是没有看到你们想看到的结果啊，整个人的这种情绪其实是比较不稳定的，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而且呢，这张牌我感觉你们可能也是因为啊，你们摄入了很多令你们感到焦虑的信息。也就是说，你们主动摄入的那些信息，有很多信息会产生大量的焦虑。也就是说，并不是焦虑选择了你们，而是你们主动选择了焦虑啊。我觉得你们可能需要屏蔽掉一些令你们感到焦虑的信息，
因为你们自身的这种焦虑可能已经影响到你们的睡眠了，你们整个人现在的这种睡眠质量非常的不好，甚至有可能是在昼夜颠倒的。那么这张愚人呢，我觉得这张愚人他的状态呢是什么呢？就是故作轻松啊。实际上你们内在是在压抑这种内在的情绪的，你们内在的情绪被压抑的情绪其实是需要一个出口的，你们在逼着自己进化逼着自己进化和内心当中的拖延、懒惰斗争啊，表面上云淡风轻，但是其实你们默默扛下了很多，独自承受了一些委屈与痛苦啊，整个人可能都在麻木的做着一些事情，企图得过且过，或者说习惯性的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啊。我觉得在你们做出那个重大的决定和改变之前啊，你们需要先找回真正的自我啊，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情绪价值，比如说看看蓝天，看看夕阳，出去走一走啊，看一本好书，一部好的电影，让自己整个人的节奏舒缓下来，让你们的内心趋于平静。或者说你们可以去跑一场步，然后大汗淋漓的回来，冲进卫生间洗澡，放着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就是整个过程呢，其实都是在释放你们自己，去做一些你们之前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来彻底的释放自己啊。那我抽到的这张圣杯国王呢，我觉得这张圣杯国王，你们当下准备的这件事情啊，它可能会决定你们未来3至5年，甚至是5到10年的发展。这组牌的朋友，你们可能正在等待一个结果，或者说准备一件事情。圣杯本身它其实是和交流、表达和教育有关的，就是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可能正在准备一个考试，或者说等待一个结果，有关高等教育、有关学历的某个结果。而且我们抽到的这一张星币10呢，就代表的是关于你们的未来呢，你们即将迎来新的人生啊。星币10它往往象征的是圆满、得偿所愿，还有人生的新的可能性已经出现的一个标志，就是在你们的前方有人在等着你们，等着恭喜你们，他们会亲手为你们打开这扇门，让你们去到一个新的世界当中。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觉得在你们准备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大量的这种记忆和背诵的东西啊，因为我们抽到了这张圣杯国王，圣杯它本身它就象征的是有很多文字啊内容需要你们去记忆和背诵。如果说你们当下需要去稳定的学习的话呢，其实更多的靠的是你们的心理能量，就是你们要避免那些情绪化的波动，要学会时间管理啊。学习能力的本质其实是生活能力，就是你们如果先想把这个学习这个课题打理好，你们要先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好，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做好时间管理。同时呢，也不要去羡慕那些比你们厉害的人啊，他们可能只不过是占到了时间的便宜而已。重要的是你们要有自己的节奏。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皇帝牌啊，这个皇帝牌其实它是有一种萎靡不振的感觉啊。我觉得在面临接下来的这个人生的重大的转变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有一点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说内心当中有一些恐惧啊，会觉得你们好像没有办法处理好人生当中、生命当中如此重大的时刻，内心当中会有一点想要退缩啊。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月亮牌啊，我觉得它就是一种直觉啊。这种直觉呢，是那些你们一直好奇而又有一些忐忑不安的未来，其实你们心里能够隐约的感觉到它们是明亮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张月亮牌它就是在给你们传递一些积极的信号的，关于在接下来你们人生当中的那些重大的挑战和考验，你们是能够把它去处理好的。而这张月亮牌其实也是在试图告诉你们，你们要利用好晚上的这段时间，因为晚上是你们整个人最安静、最不受打扰的一段时光，它可以让你们全身心的投入到某件事情里边。在这个时候呢，你们就要像这个月亮牌一样啊，隐秘低调的往前走，不动声色，一步一个脚印。而且呢，这个月亮也是在告诉你们啊，其实值得你们关注的事情是少之又少的，你们要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返璞归真，回到简单的生活里边，只留下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和最重要的人，用简单的心境去对待复杂的人生，这样你们整个人就会安静下来。你们只有安静下来，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和改变啊。那么这张死神呢，我觉得前方已经出现了一道光，一道曙光，夕阳，它意味的是新的希望和新的开始。
这个死神给我一种熬出头的感觉啊，就是你们之前不断辛苦的付出的一些努力，已经在慢慢的给到你们回馈了，而且就在你们往往就是感觉自己马上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这道曙光就出现。所以说这张牌 Yes 啊，就是带给你们的一种肯定啊，你们可以拿到那个想要拿到的结果啊，它意味的是自我实现的力量。你们首先要肯定自己啊。你们要做自己的鼓励师啊，要多肯定自己，鼓励自己，因为你们相信的那些事情就是你们会体验到的，而你们选择的就会是你们所成为的。第二张牌呢是 Peaceful Resolution 啊，它是你们内心当中焦虑的那件事情即将尘埃落定啊，那件事情可能会有一个和平的解决方式。整个过程呢，它是属于那种你们之前经历有多动荡，后面的结果就会有多顺利，它都是相辅相成相对应的。你们经历的这些混沌最终会汇聚成一种通融和秩序，误解最终被理解，矛盾最终会和解。而第三张牌呢是 A year from now 啊，就是从今往后推算1年之后，你们的人生会收获到巨大的进步啊。可能在1年以后，你们回头再看现在的自己，你们会感谢当时的自己，为了那个目标在无悔的奋斗着。而你们现在吃过的苦会照亮你们未来的路。不要觉得你们现在做出的这种努力，它的这种改变是很渺小的，因为小小的胜利是为了将来大的胜利做的铺垫啊。1%永远比0%更好，而100%又是由100个1%组成的。每次完成1%，虽然这种进步看起来很小，但是日积月累，水滴石穿，你们最终一定会得到你们想要得到的那个，你们一定会达到你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那么第3组牌的话，你们接下来人生的重大的转变啊，和这个权杖1和星币1都有关系。首先权杖1的话，你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合作契约，或者说类似于承诺，或者说绑定。你们可能是会和一个机构签订一个契约，一个组织，甚至是国家机关。这种契约它持续的时间会非常久，10年、20年，甚至是30年。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一部分人，你们在接下来很有可能会上岸，比如说公务员考试、教师资格证、某种职称，或者说进入到一个非常福利待遇非常好的组织团体当中，或者说事业单位啊。权杖1呢，代表的是在签订了这个契约以后，你们的生活它会有一个保障，一个保底。那么这张星币2呢，它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人生当中的这个重大的转变，可能是还会得到一笔钱啊，这笔钱是你们所急需的一种资源，能够加速你们实现某个目标的过程，相当于是一笔天使投资，来自于你们身边的人，或者说非常信任你们的人给到你们的这样的一种资源。第3张牌呢 Hierophant 教皇牌啊，它是一种我觉得是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人来要求你们啊，在鞭策你们，监督你们，让你们在最后的那个关口不要松懈下来。也可能是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自我，你们内心精神层面当中最严格的那个自我在不断的鞭策你们，给你们下达的一些指标和命令，让你们整个人都是非常的紧绷的一种状态。然后第4张牌的女皇啊，我觉得你们在经历了就是度过了这个重大的人生转折点之后，你们整个人的心态会逐渐的趋于平缓。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女皇其实它象征的是成熟和优雅。你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审判考试之后，你们整个人会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优雅，而这种优雅呢，它是那种可以自我掌控的自由，内心有着笃定的安全感，浑身散发着一种总有能力去应对未来种种不确定的自信能量。那么这张星币2呢，我觉得你们现在就像在走钢丝一样，在做着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其实关键的要诀在于维系一个微妙的平衡，因为你们内在是非常矛盾且纠结的，总是在2种极端之间来回的摇摆。你们需要去平衡好你们内在的这种多种力量之间的博弈造成的精神内耗。我觉得这张牌很多事情啊，关键的要点在于维系一个平衡，不要走极端。这张牌就是你们整个人在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时候，你们正在尝试着去
达到这种平衡去平衡你们内在的这种多种不同的精神能量。你们整个人是需要非常非常专注的，才能够做好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不要被你们身边的这种琐事干扰到你们的节奏因为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它本身需要你们非常的细心，非常的专注，而且你们也要注意去舒缓自己内在的压力你们整个人的状态很紧绷，任何一件小事其实都会让你们随时崩溃掉你们要去适当的释放自己内在的情绪能量。而且呢，这张星币3的话，我觉得你们其实是你们当下的这个工作或者说学习可能需要长时间的伏案写作你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总是把自己关在或者说封闭在一个地方或者说空间里边，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注意用眼，注意自己的腰部，很容易腰肌劳损长时间久坐的话，你们要学会适当的去切换自己的生活模式。如果你们长时间把自己封闭起来去准备某件事情这个时候你们其实是要有一些适当的社交的，让你们换一换大脑，换一种思维方式，会对你们接下来的工作和学习的效率都有一个明显的帮助和提升。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一部分人，你们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社恐当然这种社交不是让你们去做那种无意义的社交这种社交其实是让你们能够和自己信任的人，能够和自己的好朋友有一个畅快的沟通，能够让你们打开自己的心，不要总是把自己封闭在一种生活里边，你们要尝试着去切换自己的生活模式，让自己休息。其实不是说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而是说换一种方式去生活，这就是一种休息。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国王你们正在一点点的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你们正在一点点的成长。我感觉你们正在有自己的这种内心当中的想法正在变得成熟，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你们正在等待一个时机去把它付诸于行动和实践。你们人生当中的这个重大转折点和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想法有关，当你们把这个想法付诸于行动和实践之后，你们的人生就会出现人生轨迹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说权杖国王呢，你们要尝试着去掌控自己的命运如果说你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就很容易任人宰割不能听命于自己，必然会受命于他人权杖国王它代表的是一种坚决的执行力和行动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做你们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这样才能够激发出你们全部的行动力因为你们会发现你们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自己都觉得没有意义的话，那你们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全力以赴的去做那件事情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你们释放了自己的行动力，才能够缓解你们当下的这种内心的焦虑和精神内耗不要把你们的行动力用在错的地方，用在错的事情上面，要跟随你们的心去做出正确的行动那么什么是正确的行动呢？凡是符合你们内心当中那个指引的行动，它就是正确的行动，那是来自于你们灵魂深处的指引。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张牌The situation will improve， 就是说你们可能现在感觉自己在原地踏步，或者说兜兜转转了一大圈又重新回到了原点。实际上每当你们回到原点的时候，你们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这张牌就是当下的一种状态，或者说你们自身的境况正在逐渐的得到改善。你们需要耐心的等待，坚定的执行你们现在的计划，把手上的每一件小事都认真做好，你们期待的那个结果自然会显化出来。而第二张牌呢是 ask for help from others 就是说在当下你们不要一个人闭门造车要去寻求一些建议，看看过来人给你们的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听听他们的经历和想法，会对你们自身有一个启发和帮助。而第三张牌呢是 no， 我觉得你们需要有一个关于自己的边界吧，你们的人生可能正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你们需要和一些人和事做一个切割因为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缺乏一些边界感，而造成过度吸收、过度付出，想象力过于跳跃和注意力不集中。同时呢，也因为你们自身的这种天生的共情能力通常会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或者说把别人的情绪吸收进来，造成强烈的自身的情绪波动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精神上的损耗。那么怎么去界定你们自身的这种边界感呢？界定自身边界感的方法之一就是要主动的去选择，不要被动的去吸收，要在心里设定一个要或者说不要的选项。有一些东西你们知道比如说人际关系一些事情就是来消耗你们的，你们就要主动的去拒绝，
主动拒绝他们进入到你们的生活里边，主动的去筛选你们摄入的信息，你们所交的朋友，这样就能够让你们自身重新落地啊，让你们自身的状态趋于平稳，从而帮助你们更好的度过接下来那个重大的转折点。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